明日本尊会在露丝台下布下法阵，借柳梢之躯，练就血符。弟子愿助力上仙，护卫法阵。3日内，不得靠近露丝台。是。不是吧？洛哥上仙要拿你制血符，不会是真的吧？真的。凭什么？四季杯这么大的事，让一个小姑娘去承担？据说我体内有药灵之力，药灵上神封印的四季杯，我自然要出一份力了。拿你小命去出力吗？可不是嘛！啊，我也只有一条命啊，谁会愿意赔上自己的命去赌？那是当然。赌什么？赌洛哥骨子里还是爱我的那个陆离，他不舍得我死。可是，万一他就真舍得拿你去填那个四季杯呢？柳梢，你可想好了？7道符珠与你命魄相关。若我说不愿意，是仙居会放弃取我血，还是你会放弃以我炼符？自然都不会。我虽有药灵之力，可从未祸害他人。仙居取我血祭杯，是仙居负我；你取我血祭杯，是你负我。是本尊负你。不是上仙负我，是你，是站在我眼前的这个男子，不仅没有遵守当日誓言，护我一生，如今还伤我负我，以我祭杯。承诺你的人是陆离，不是本尊。你就是陆离。世间并无陆离。那我敢问上仙，那个有血有肉、会哭会笑，会因为心中一点执念就舍身忘死的陆离，究竟是谁？即便他真的存在，如今也早已死去。陆离一死，我便不负一世承诺，生死相随。黄泉路人，但愿我还追得上他，看得到他那颗会跳动的月牙形的心。
四季碑已经开始修复，看来伏诛起效了。好事啊，多好的事啊！这阵法不是一直由洛哥上仙在主持吗？我怎么刚刚看他回西隐山去了？这阵法能自行运转，有什么好主持的？走了走了，回去收拾收拾，睡个美美的觉。那个长着陆离面孔的人，早已不是有血有情的陆离。看来陆离真的不在了。等到你头七的时候，我再用人界的之剑，慢慢的告诉你。上仙，事到如今，谢灵奇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我只是不想上仙，受这凡间女子蛊惑，所以我就毁了她的肉身，留她的神元供你所用。没了肉身，神元不是也可以炼化血符吗？歌儿，不是说这次能将妖族奸细押回立天殿吗？可你用星移斗转把谢雨氏带来，这又是何用意啊？上仙，仙王，我是冤枉的呀！从结界中受损，到紫极盾被利用，再到石骨色的妖音直击四极背的裂缝之处，所以敖很早就知道紫极盾所在位置，并知道哪一处最薄弱。正是。我便可断定，仙居必有内应，所以我故意放出消息，
会用柳梢的血炼出符珠，修补四季杯。我只知道，柳梢以应允以自身制成血符，用以修复四季杯，就是为了把你引出来。如今你妖气缠身，还有何可说？我常年在三界捉妖，身上难免会沾染一些妖气。是，我对柳梢确有不满，心怀恨意，这些我都认。敢问上仙，你不能单凭这一件事就断定我勾结妖精，自毁仙居啊！上仙，谢雨是身为守备护法，在仙居3宫千年有余。若是早有一心，如何要等到今时今日才动手？好重的妖气，跟那妖族勾搭了多少年？看这样子，怕是得有10数年了。不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与你沆瀣一气之徒，是妖精何人？我谢令奇，穷其一生，匡扶仙居3界，为守这天上纲常，大战1000余场，小战有上万场。我受过的伤，我自己都数不过来。可是到头来，我连商玉荣那个浮夸公子都不如。还有你，我这道辛巴就是洛哥闭关中为护你而上，你不会都忘了吗？你们这一个个天居殿堂之上，又有几个如我这般，杀伐战场，九死一生，真刀真枪才到这个地位？所以此人就是利用你心中的怨怼，一步步将妖气逼入你心。我不管你和这人因何勾结，至死，你都是仙居之囚。来人，在，将谢令奇打入化骨池，永世不得放出。我自己走。所以这一切都是你和洛哥联手做的局。从受封大典开始，你就和洛哥在演戏，欺骗洛宁把你说的一无是处。可能和洛哥一起做局的人，自然不会真的没有分寸。所以你现在知道认识了一个大人物吧？我这大人物也没亏待你啊，从洛哥那里顺了不少培元丹给你当豆子吃呢。瞧瞧，这气色恢复不少了。那是因为我这个凡人有用，既能帮你们练符主，又能给你们当鱼饵。你啊，也别怪洛哥。他呢，不是只对你心狠，他对自己啊更心狠。为了下凡历劫，他不仅封印无感，还将半颗心剥离出来，坠入凡尘。这其中，所要遭的罪，可比你炼化血符多了去了。所以你说说，他这样的狠人究竟是好还是坏啊？他所得的都是他所求的，陆离的悲惨结局，只是他修成上仙的一个结束。其他人，
哪怕坠入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，也只是这场劫数里面轻飘飘的点缀，随时可以忽略不计。凭什么？这是赶着处理完奸细之事后，知道柳姑娘的伤势就回来了。我先回去了。柳梢，如果再取2道符珠，你可吃得消？凭什么？这颗心被你践踏之后，还要再把身体送给你碾成肉泥，成全你们守护3界万世不朽的令名吗？你们亏不亏心？亏些，但重责在身，必须有所取舍。那就舍你自己的呀，舍了自己的仙骨去垫那4级碑啊！凭什么要求我一个凡人，舍了身，舍了心，还舍了命？凭什么？那就舍你自己的呀，舍了自己的仙骨去垫那4级碑啊！凭什么要求我一个凡人，舍了身，舍了心，还舍了命？只要有我在一日，即便没有血符珠，你也休想出来。哥儿，这4级碑还没有完全修复，你怎么把法阵给撤了？柳梢已经取出4道符珠，将4级碑修复大半。他做的已经足够多了。既然有机会完全修复4级碑，为什么要放弃？你忘记了，那碑下镇压的是什么？是月光上神的半颗血。当年3界动荡，戾气横生，月光上神为守护天下，以一己之力封住戾气，可不曾想，那戾气一生心智化为邪物，反而控制住了月光上神。妖灵不得不斩杀月光，并且把他被戾气所污染的半颗心压在这4级碑下。而你则是纯净的另外半颗心所化，你应该明白自己的使命是什么。如今4级碑动荡，碑下那个妖物随时都可能出来祸害众生。哥儿，你不能放过任何消除隐患的机会啊！想消除隐患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修炼成神。但我渡劫之时负了这女子，渡劫之后再拿她做踏脚石，这有损于我的道心，不利于我成神之路。可是，他毕竟是个凡人，凡人也是人，更何况，一个能被药灵神元寄附的凡人，怎么可能是普通人？仙翁，听我一句劝，你也不要再逼他了。他要是帮助妖族呢？哥儿，你别忘了，到目前为止，他也没说出那根妖弦的来由啊。白凤见过仙王。你到仙居有些日子了吧？是。到我仙居何为？小女子一直仰慕仙居，想要留在仙居修行，守护3界苍生。你那日在露丝台救了我仙居的低阶弟子，也是出于善意喽。因一直修习武道，救人只是本能。你是武阳侯府的弟子，陆离的师姐。
你因柳梢被褫夺亲传弟子身份，所以对柳梢怀恨在心。你在仙界救人，只不过是为了留在仙居，好伺机报复柳梢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仙王，我……服下它。知道我给你服用的是什么吗？仙王自有道理，我又何必多问呢？那是提升修仙能力的金丹。我要你从今天开始到西隐山去，替我守好洛歌。守护洛歌上仙？难道你想看着柳梢唤起洛歌的凡尘爱恋，两个人最终修成神仙眷侣吗？我不愿。那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我只允许你阻止他们在一起，绝不能胡作非为，否则我定不容你。是。哎呀，柳梢，你别哭了行不行？你说你今天都掉了多少颗金豆子了？我的叶子都被你眼泪里的盐给腌皱了。谁让你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想想这仙居没什么好，还不如那遗珠阁呢。好歹一闭眼，就是令雪阳对着我笑的样子。是，这仙居哪儿好？一睁眼，就看到跟陆离一模一样的脸，可说的话，却跟刀子一样，句句都插在我心上。哼，我想通了，或许他真的不是陆离，他就是一个抢了陆离面孔的混蛋。哎，柳少，你发没发现，这仙居里的仙呀，总是喜欢神出鬼没。哎，我回头再来看你。是啊，也不知道是哪门子的上仙，总喜欢站在别人身后偷听。陆离才不会这样呢。陆离以前总说自己是上仙，可他明明就是个骗子。说好的只做一世凡人，不要那千年万年的寂寞修仙岁月。石鼓瑟以妖钱相许，恐怕我不能还你，就以这把冰弦琴作为补偿吧。你要是实在空了的话，可以先习这曲《大吟六十曲》，能帮你平和心境，淡泊世事。若有不懂的，我可以教你。所以，你送我琴，送我曲谱，就是想要让我忘记我跟陆离之间的感情。你若愿意记得的话，也随你。好，我会忘记，我会忘记来到仙居遇到你的种种，然后把你忘记的牢牢记在心里。嘿，这两人在一块弹琴呢，这有点意思啊！能在一块弹琴，离琴瑟和鸣也不远了吧？我，我在哪儿听过这曲子？
娑树花开的声音。婆娑树是祭水族的人，帮你修复了尸骨色。是。柳少，你可算醒了。我怎么睡着了？不是在弹琴吗？你刚才好像把赫娜给卖了。啊？白衣妖君何在？西隐山洛哥到访。洛哥，我去会会他，你不许出去。陆离，西隐山洛哥。洛哥。祭水族长居水下，不问外事。敢问洛哥上仙，这是何意？本君这次前来，是向你求证一件事情。这根琴弦，可是你亲自给予柳少？是。祸乱仙居，害诸多无辜枉死，令四季杯不稳3界危殆。何娜，你罪无可恕。阿夫君，住手！赫娜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原来你给我冰弦琴，和我聊往事，让我放松戒备，都是为了让我出卖赫娜。我只需要真相。真相就是他确实给了我琴弦，但他是为了救我，不是利用我。所以，你宁愿相信一个妖族的人说的话是吗？如果你是陆离，你也会信他。他不只救过我，还救过陆离，一次又一次。妖弦出自你妖王一系，这总是事实。若说不是你，那也与你妖情脱不了干系。我给你1天的时间，给我找出真相。我已在你妖阙布下结界，1日之内，任何人不。首先，你要知道陆斯台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事。鼠妖，你若敢动摇我道心，休管我毁你根基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修复四季杯时，我感觉琴弦确实不受我的控制，而是被别人操控着。
所以才导致仙居结界被毁，群妖作乱。陆离守护了我们，可我却没守住他。没想到，这位上仙竟跟陆离生的一模一样。他就是陆离，只是忘了前尘罢了。也或许，陆离是他千年生涯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，就像灰尘一样，可以随手拍开。洛哥上仙，似乎是出了名的无情无爱。只是我有一点不解，既然洛哥上仙无情无爱，那历劫下凡，又怎会化身有情有义的陆离呢？刘少，有时候有些执着，可能只会让自己受伤。我不执着，我在乎的只有陆离，不是这个无情无爱的洛哥。如今，他逼着你要真相，你有线索了吗？对外只能说，我们找到了泽水仙子的发丝，千万不可以讲我们灵脉可以取代之事。万一以后石古色又出事，他们肯定会回来找我们的。兄长就算了，要是我的话，再抽取一次，可能性命就不保。暂时还没有想起什么，且容我再想想。你这儿有酒吗？当然有，我命人拿给你。证明一下。证明什么？证明你已不是凡人陆离。那日，就是在这婆娑树下，陆离酒后吐真言，向我许下一世承诺。树母，你曾以万朵花开为我们见证，是不是？上仙，这算什么呀？连一棵树的喜怒哀乐你都要管吗？他太聒噪。你是不敢面对，你也不敢喝这酒，你害怕喝完它流露出陆离的那一面。陆离已不复存在。那就证明给我看。即便你是上仙，都改变不了你成为上仙的路上踩着我一颗真心获得圆满的事实。我靠，这是你欠我我说了，陆离已经不复存在。我现在依然还是洛哥，并没有任何改变。
是，陆离已不复存在。最初那一瞥，回望荒原，已是千年，这世界是缘。那张跟陆离一模一样的脸，那偶然似陆离的眼神，都是假的。即便他有陆离的心，却不是陆离。陆离真的不在。兄长怎么了？那副模样。原来露丝台那些事，是你在背后推波助澜。你在舍出灵脉的时候，早就算计好了后面的每一步。难不成兄长觉得我做错了？难道你还觉得自己做对了不成？你可知那一战死了多少人？我当然知道，连在妖境唯一能跟兄长匹敌的大妖敖狠都死在了那里。这对我们一统妖境岂不是大有好处？那又如何？我们的族人能上岸吗？所以我们需要解除诅咒。可你有曾想过，四季杯下那邪物一旦放出，会有怎样的后果？我想过，可能会祸乱三界，也有可能令天下难安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只要我们解除诅咒，让祭水族重获自由，让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下面，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。身为妖君，我比任何人都想解除族人的痛苦，可这不应该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之上。不，兄长错了。只要族人不再痛苦，那么任何的牺牲都是值得的，包括我的性命，还有兄长的性命。可那些牺牲，换来了你想要的吗？还是换来了族人更大的牺牲？上仙一怒，妖却血流成河，是你能阻挡，还是我能阻挡？好，既然兄长觉得我做错了，那么结果我担便是。我不评价你所做之事的对错。阿福，你受了那么多苦，总是我这个哥哥没有保护好你。